它是上世纪80年代最经典的恐怖 IP 之一，无数人的童年阴影。超前的恐怖意识造就一座难以逾越的里程碑，让许多血浆片望其项背。它正是大名鼎鼎的恐怖系列《猛鬼街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里面的第一个故事——半夜鬼上床，又名榆树街噩梦。它是整个猛鬼街世界的开端，也是整个系列中最经典的一部。诡异的地下锅炉房中，女孩蒂娜似乎在躲避什么，耳边传来可怕笑声，让她不敢停在某处。很快，蒂娜面前的幕布被男人的钢爪划破，她戴着牛仔帽，看不清楚脸。蒂娜拔腿就跑，但最后还是被男人抓住。伴随一阵尖叫，蒂娜从床上惊醒，原来刚才只是一场噩梦。可低头一看，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。蒂娜的睡衣竟被划出几道口子，这让她不禁想起小时候的一首恐怖童谣。难道梦里的钢爪男人就是恐怖故事中的梦魇弗莱迪？第二天在学校，蒂娜告诉好姐妹南希，她昨晚因为做噩梦吓得一夜没睡。然而蒂娜在交谈中偶然得知，南希和男友格伦昨晚也都做了噩梦。两人并没有放在心上，而是安慰蒂娜，噩梦而已，每个人都会做，反正又不会梦境成真。当晚，蒂娜的父母因为出差，接下来的好几天都不在家。不敢独自一人入睡的蒂娜邀请南希和格伦到家里做客。格伦的扮演者是不是有点眼熟？没错，正是年仅21岁、稍显青涩的约翰尼·德普。说起昨晚的噩梦，蒂娜人心有余悸。细聊下去，南希也震惊了，因为两人的梦相似度极高。梦里的男人都穿着红绿相间的毛衣，手上戴着钢爪手套。聊着聊着，屋外传来奇怪的声音。三人出门查看，只见一个人影突然扑向格伦，原来是蒂娜男友罗德的恶作剧。得知大人不在家，罗德急不可耐地把蒂娜拉到卧室，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。3分钟后，蒂娜就把噩梦忘得干干净净。半夜，罗德沉沉睡去，蒂娜却被砸玻璃的声音吵醒。她朝窗外看了看，外面没人。突然，又一颗石子飞了过来，差点砸碎玻璃窗。并且南希这边也发生了怪事，先是挂在床头的十字架突然掉落，紧接着一道鬼影试图从墙里钻出来，好在并没有成功。蒂娜睡不着，一个人跑到外面查看情况，没想到梦里的那个男人竟然出现了，原来他真的是弗莱迪。他伸长双臂朝着蒂娜缓缓走来，钢爪划在墙壁上，冒着火星的同时还不断发出滋滋的声响。蒂娜迅速往回跑，可不管她在门口怎么喊，屋子里的3个人始终没有回应。弗莱迪追了上来，蒂娜拼命抵抗，却不小心扯下弗莱迪的脸皮，露出了里面可怖的腐肉。眼看在劫难逃，蒂娜疯狂地呼喊着男友的名字。一旁的罗德终于清醒过来，他掀开床单，只见蒂娜在床上拼命挣扎。看来刚才发生的一切又是蒂娜的噩梦，但接下来的一幕却把罗德吓傻了。蒂娜的肚皮被梦里的弗莱迪划出几道血口，紧接着蒂娜整个人踩着牛顿的棺材板直接悬浮到了半空中，随即又被无形力量拖到天花板。罗德眼睁睁看着蒂娜疯狂求救尖叫，却无能为力。等南希和格伦来到房间时，蒂娜早已倒在血泊之中，罗德则不见踪影。两人看向窗户，猜测罗德肯定是跳窗逃走了。警方通过尸检确定蒂娜是被利器所杀，现场并未发现作案工具，而罗德又有吸面粉和打架的前科，因此警方认定他就是凶手。恰好警局的警长是南希的父亲，得知女儿和罗德这样的人是朋友，他很生气。可南希却不认为罗德是凶手，他是了解罗德和蒂娜的，几小时前他们还爱得如胶似漆，怎么可能当晚翻脸刀剑相向？但他又没有证据，说来说去也不能打消警长的怀疑。事发第2天，南希在上学的路上被突然出现的罗德带到路边的草丛里，显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。罗德告诉南希自己没有杀人，蒂娜之所以大叫是因为房间里出现了可怕的东西，至于是什么，罗德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总之，罗德坚称自己是无辜的。说话间，警长突然出现。昨天他听到女儿极力为罗德辩解，就感觉两人关系不一般，因此带人偷偷跟在女儿后面，果然光速破案，逮捕了犯罪嫌疑人罗德。意识到被父亲利用，南希非常生气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课堂上，南希心不在焉，渐渐地有了睡意，直到他看到站在裹尸袋里的蒂娜。诡异的是，好像只有南希一个人能看到，可一转眼又消失不见。
见门口留下一滩血渍，南希小心翼翼走出教室，结果看到蒂娜的尸体被什么东西拖走了。顺着地上的血迹，南希小跑着找了过去，不小心和一个穿着红绿相间毛衣的女同学撞了个正着。南希继续往前跑，女同学却叫住她，挥舞着手上的钢爪，提醒南希不要乱跑。原来蒂娜已经不知不觉落入了弗莱迪的梦中。着急去找蒂娜的南希并没有理会这个奇怪的女孩。当她找到锅炉房时，可怕的弗莱迪再次现身。南希吓得够呛，慌不择路之下竟跑进了死胡同。眼看着弗莱迪挥舞着钢爪就要取南希的性命，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在做梦。为了回到现实，她故意将胳膊放在了一旁滚烫的水管上，嗤的一声，剧痛涌上心头，瞬间南希便摆脱厄运，从梦中醒来。可怕的是，南希就算回到了现实中，手臂上仍然隐隐作痛。她低头一看，胳膊上竟真的留下了烫伤。莫非梦境里发生的一切对现实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吗？为了验证这一猜测，南希找到拘留所里的罗德，一问才知道，几天前罗德也在梦里见过弗莱迪。南希推测，蒂娜很可能是在梦里被弗莱迪杀死，凶器很可能就是弗莱迪的钢爪。因为梦境和现实有着高度关联，因此现实里的蒂娜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死去。晚上，精疲力尽的南希在泡澡时昏昏欲睡，弗莱迪则伺机而动，眼看就要得手，恰好母亲喊醒了他。但是南希实在太困了，没过多久，她又一次进入了梦乡。梦境中，弗莱迪的钢爪缓缓从浴缸里伸出来，忽然抓住了南希，猛地将她拖进了深不见底的水中。好在水中可怕的窒息感让他迅速清醒过来，再次躲过一劫的他不想让母亲担心，南希没有说出实情。了解到弗莱迪是专门跑到梦里杀人后，南希再也不敢睡觉，困意来了就看恐怖片提提神。而格伦的家就在马路对面，见南希的房间灯还亮着，格伦爬窗户溜了进来。两人商量一番后，南希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他让格伦看着自己睡觉，他便可以进入梦里见一见弗莱迪。一旦弗莱迪要伤害自己，格伦就可以马上叫醒自己。睡觉之前，南希特别提醒格伦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，一旦发现他有异常，要立刻把他喊醒。随着灯光熄灭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梦里，南希来到警局，发现弗莱迪出现在罗德的牢房中。南希赶紧高声呼喊，成功保住了罗德的性命，可他自己却遭到了弗莱迪的追杀。逃跑过程中，南希不断喊着格伦的名字，结果没有回应。这时，蒂娜又一次出现，她站在不远处朝着南希挥手。在弗莱迪追过来之前，南希跑回家中，把门反锁。来到卧室，她才发现格伦竟然在椅子上睡着了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弗莱迪还是冲了进来，一旁的格伦则怎么都喊不醒。南希只能一个人奋力挣扎，躲避弗莱迪的攻击，最终还是被弗莱迪扑倒在地。眼看钢爪就要插进南希的脑袋，第二道保险闹铃响了起来。南希惊恐地从床上坐起来，一旁的格伦也终于清醒。虽然男友不靠谱的表现让南希很失望，但现在还不是计较的时候。担心罗德今晚会出事，两人立刻赶往警局，没想到警长也在，死活不让他们见罗德。一旁的警员还安慰南希，罗德睡得很香，不会有事的。拜托，睡着了才最恐怖好吗？在南希软磨硬泡之下，警长这才妥协。南希的担心不无道理，而罗德这边再一次陷入险境。睡梦中，床单绕到他的脖子上，然后整个人挂了起来。等警长赶到，罗德脸色煞白，已经救不回来。警方认为罗德很可能是畏罪自杀，因此并没有继续调查下去。只有南希明白他是被弗莱迪杀死的。罗德的葬礼上，南希向父母描述了梦中弗莱迪的相貌，两人听完一脸紧张，似乎知道什么，但是并不想告诉南希。为了进一步了解女儿的梦境，母亲带南希前往医院，在医生的帮助下进行睡眠监测。起初一切都很正常，当南希进入深度睡眠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南希躺在床上十分躁动，母亲察觉异常，连忙叫醒她，但南希的手臂还是被划伤了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这次她竟将弗莱迪的帽子从梦境带到了现实，这一幕让母亲目瞪口呆。回到家中，南希告诉母亲，罗德不是凶手，也不是上吊自杀的，这一切都是弗莱迪干的，他在梦里追杀大家。这顶写着弗莱迪名字的牛仔帽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南希不停追问弗莱迪的身份，母亲不愿多说，只是告诉南希，弗莱迪不可能追杀你，他早就死了。
母亲的刻意隐瞒让南希愤怒不已。出门散心时，格伦提到巴厘岛土著有一套独特的做梦技巧，简单点说，就是在梦里通过自我暗示的方法让噩梦变成美梦。格伦认为，或许利用这种方法能夺走弗莱迪的力量，让他消失。这段时间，南希也一直在看陷阱制作方面的书，好用来对付弗莱迪。傍晚回到家中，南希惊讶地发现家里的门窗都进行了铁栏加固，母亲表示这么做是为了家人的安全。随后，母亲把南希喊到地窖，说出了弗莱迪的故事。几十年前，这里出现了一个专门虐杀小孩的变态杀手，光是这个城镇就有20多个小孩被他杀死。本以为弗莱迪被捕后噩梦就此结束，没想到他竟买通法官，逃脱了法律的制裁。为了给死去的孩子复仇，家长们找到弗莱迪的大本营，一个废弃的地下锅炉房，一把火烧了这里，最后弗莱迪被活活烧死。而当年南希的母亲也加入了复仇行动，她打开手里的破布，里面装着的正是弗莱迪的钢爪手套。晚上，南希打电话联系格伦，他已经7天没有睡觉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南希认为，既然能把帽子带回来，那么也一定能把弗莱迪拉出梦境。南希将计划告诉格伦，他会进入梦中，想方设法拉住弗莱迪。届时，格伦把他叫醒，然后想办法抓住弗莱迪。眼看午夜将近，担心格伦又会睡着，南希提前打电话确认，果然不靠谱。即便听着音乐看着电视，格伦还是睡着了。电话是他母亲接的，在格伦父母看来，自从蒂娜出事，南希的精神就一直不太正常。两人不想自己的儿子和南希继续往来，于是果断挂断了电话。之后电话再也打不通。就在南希感到头秃时，电话突然响了，以为是格伦，南希赶紧接听，结果里面竟然传来弗莱迪的怪叫。慌乱中，他还意外扯断了电话线。然而下一秒，电话又响了。虽然很诡异，南希还是壮着胆子拿了起来。耳边响起弗莱迪的声音，他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男朋友了。”说完，恶心的舌头钻出话筒。南希吓坏了，愤怒地踩爆电话。回过神来，南希才意识到弗莱迪话里有话，格伦看来要危险了。南希想去格伦家，却发现大门被母亲反锁，根本打不开。而熟睡中的格伦浑然不知危险正在步步逼近。弗莱迪的魔爪从床单里伸了出来，猛然把格伦拉进了深不见底的噩梦深渊。紧接着，仿佛切中了小镇的大动脉，鲜红的液体像喷泉一样从黑洞中涌了出来，瞬间填满了整个屋子。可怜的格伦就这样领了盒饭。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，可如此离奇的案件，他们也是头一回见到。看到警察出现，南希知道格伦已经凶多吉少。为了给格伦报仇，他鼓起勇气打电话告诉父亲，自己有办法抓住弗莱迪，并且让父亲20分钟后到房间里救自己。显然父亲并没有相信，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。南希按照书上所说，开始制造各种陷阱。入睡之前设定好10分钟的闹钟，他闭上眼睛，瞬间入梦。不久后，他来到地窖，却发现破布里面的钢爪手套不见了。之后来到锅炉房，在这里，南希捡到格伦带血的耳机。就在10分钟即将过去时，弗莱迪终于现身。为了把他抓回现实，南希鼓足勇气扑了上去。急促的闹铃声响起，南希醒了，卧室里一切如常。难道计划失败了吗？南希难掩沮丧。突然，背后传来弗莱迪的嘶吼，南希吓得夺门而出。他朝窗户外大声呼救，可外面的警察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南希转而求助父亲，然而父亲在格伦家中没有听到女儿的求助。这时，弗莱迪冲出房间，结果中了南希事先设下的陷阱，从楼梯上滚了下来。虽然在客厅打斗的时候，弗莱迪再一次中计，但这些小伎俩还不足以消灭他。见状，南希将弗莱迪引到地窖，趁他不注意，将一瓶汽油泼了过去。很快，弗莱迪的身上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南希快速离开，弗莱迪想要追赶，却被关在地窖中。南希站在门口不停呼唤，这回父亲总算听到，带着警员立马赶回家中。但是地窖没能困住弗莱迪，客厅里到处都是火星，一直蔓延到楼上母亲的房间。打开门，烧成火人的弗莱迪正死死掐着母亲的脖子。虽然父亲及时灭火，但母亲还是死了。更扎心的是，掀开床单，母亲竟被弗莱迪带走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父亲和同事下楼灭火，只留下南希一人在房中。这时门自动关上，消失的弗莱迪从床单下面缓缓出来。不过南希已经看穿弗莱迪的把戏，他知道故事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梦。于是南希开始自我暗示。说完，弗莱迪真的从南希的梦境中消失了。之后南希走出房间，却直接来到了外面。天气很好，母亲和几个好朋友都还活着。南希高兴地坐上车，像往常一样和朋友们一起去上学。可噩梦真的结束了吗？没等他们启动汽车，车子开始失控，先是车窗锁死，紧接着自动开了起来，而站在门口的母亲也被弗莱迪抓住，拖回了房子里。显然弗莱迪的故事还在继续。影片上映于1984年，作为该系列的开山之作，不管是故事还是视觉效果都让人惊喜。光怪陆离的梦境本就是挖掘恐怖的绝佳之地，再加上每个人都有做噩梦的经历，瞬间让这种恐惧又多了几分真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电影也是约翰尼·德普的屏幕处女作，只能说男大18变，越变越惊艳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